如果你們是第一次來上海玩，你們是不是覺得上海就是高樓大廈、地鐵、商場和購物中心？其實上海還有另外一面，因為上海就在中国的江南嘛。在上海你会发现很多的江南園林，非常古老而且有文化。今天帶你們參觀一個非常典型的江南園林——古怡園，就在我背後。你們好，我是 Edward， 我會用真實生活裡的普通話幫你們學習中文，也會帶你們逛上海。古怡園有將近500年的歷史。它最早其實是一個大戶人家、有錢人家的家。當然，這個家非常非常的大，裡面不光有住的房子，還有很多玩的地方，就像一個大的公園。所以這種江南園林也叫私家園林。私家就是個人的意思嘛。比如我們生活中還經常可以聽到私家車，就是個人的車。當然，現在這個古怡園，這個園林裡面的很多建築都是重新修復或者修建過的。前面有一個小亭子，現在非常熱鬧。現在是早上的時間嘛，有很多老年人在裡面鍛鍊。這個石橋上還有一個小亭子，中國人非常喜歡這種小亭子，因為人們可以在亭子裡面坐着休息，可以聊天，而且小亭子都有屋頂嘛，到了夏天，大家可以坐在亭子裡面乘涼，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把這種亭子叫涼亭。坐在裡面很涼快。在荷花池的對面有一個房子，這個房子是一個舞台，也叫戲台。平時人們可以在上面跳舞、唱戲。你們看，我背後有一座假山，假山上也有一座小亭子。我又發現2隻大白鵝。那邊還有2隻鴨子，動物還不少呢。我現在來到了一大片的竹林，這裡面有各式各樣的竹子。中國人也非常喜歡竹子，因為竹子是花中4君子之一。你們還記得花中4君子嗎？花中4君子有哪些？梅、蘭、竹、菊。大家有空可以看我另外一個視頻。我在這裡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東西。竹子科普。竹子會開花嗎？會。我見過竹子開的花，你們見過嗎？與竹有關的古詩有多少？14000多首呢。中國人是不是特別喜歡竹子？每次來古怡園，我都喜歡來這個小角落坐一坐。背後有石橋，這個池塘裡面還有2種非常特殊的荷花。你們喜歡這個紫色的荷花嗎？還有這種可以做人的荷花。這裡有一個石橋，邊上有流水，那裡還有亭子，有假山，有瀑布，非常安靜，但是也非常的生動。
到處都是荷花。中国人，尤其是古代的读書人，除了喜歡竹子，還特別喜歡荷花。竹子代表着正直，荷花代表着高潔。因為荷花出污泥而不染，它們生長在爛泥巴裡面，但是卻長得非常的漂亮。古代的讀書人覺得社會很黑暗，但還是要保持自己的人格。微音閣，閣就是很別致、很精緻的小樓。它其實是以前人家的藏書閣，就是古代讀書人家的圖書館。是不是發現了這種私家園林裡面的東西特別多？因為它不僅僅是園子主人一家居住的地方，還是他們喝茶、聊天、唱戲、散步的場所。其實古艺園裡面不光有各種的建築，還有很多的故事，很多的歷史。你們喜歡歷史嗎？其實我在初中的時候，一開始也很不喜歡上歷史課，總覺得歷史就是要背很多的人物，很多的年份，還有很多的歷史事件，非常的枯燥乏味。但是後來有一個歷史老師開始給我們講很多的課外歷史故事。我現在還記得他給我們講過的蘇東坡和陸游的詩和詩裡面的故事。從那以後我才明白，原來歷史也包含了一群活生生的人，歷史也記錄了古人的生活和情感，所以我也就喜歡上了歷史，喜歡各種歷史故事。古艺園最早建於明代，其實大部分的江南園林、私家園林都建於明代。包括上海市中心一個非常重要的景點豫園，如果你們來上海了，一定要去豫園逛一逛。為什麼大部分的江南園林都建於明代呢？因為明代的經濟很發達，尤其是江南這一邊，有非常多的有錢人、大戶人家，包括做生意的人，還有做了官的讀書人。他們有錢了，就會蓋很大很大的私家園林。當然那個時候不光建了很多私家園林，當時的社會矛盾還非常大，因為普通的老百姓卻非常的窮，普通的農民窮得把田地都賣給了有錢人，甚至把自己也賣給了有錢人。看我背後那個房子了嗎？這個房子曾經發生了非常殘忍的流血事件。我背後的這個亭子叫缺角亭，它也有很多故事。它為什麼叫缺角亭呢？因為它的東北角沒了，它只剩下3個角。其實它的歷史並不長，它建於1933年，前2年
1931年，日本軍隊侵略佔領了中國的東北，所以2年後，當時的人們籌建了這個缺角亭。幾年後，日本軍隊還佔領了上海，因為古豫園附近有一個很重要的交通樞紐，日本軍隊甚至佔領了古豫園，甚至駐紮在古豫園裡面。這個亭子當然就被毀掉了，這個是後來重建的。現在再看這些建築、這些風景，是不是不光覺得它們漂亮？其實，園子裡面所有的建築、花草樹木、亭台樓閣，都有他們的故事。從這些建築、風景裡面，我們還能想象古代人是怎麼生活的。好了，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，帶大家逛到這裡，希望你們喜歡。後面我會再帶你們逛更多上海的好玩的地方。我們下次再見吧，拜拜。